暴风雪末日来临，天空下着足球一样大的冰雹，无数行人被砸得血溅当场。而我此刻正穿着白色婚纱，在去抓奸的路上。幸运的是，砸向我的巨型冰雹被我头顶的广告牌挡住。刚刚从手机里发现未婚夫周晨与我的闺蜜苏薇薇在酒店密谋，甚至他们还计划着如何让我意外身亡，如何在我死后瓜分我家财产。就在我准备冲过去揭穿他们的时候，末世来了。当我好不容易回到家门口时，才知道周晨在我的书房里意外拥有了一本可以随意提取物资的百科全书。于是他们把大门锁住，亲眼看着我被冻死在门外。再睁眼，我回到悲剧刚开始的前一天。这个时候，周晨还不知道那本书的作用，而我带着上一世滔天的恨意回来了。手机短信声音突然响起：宝贝，明天婚礼我真是迫不及待啊。看着手机里周晨发来的甜蜜短信，我微笑着拨通电话：亲爱的，我把别墅过户给你吧，这样才像一家人。手机屏幕的光悠悠地映在我脸上，那条来自周晨的标注为老公的信息散发着虚伪的甜蜜。宝贝，明天我去接你，到时候你一定是最美的新娘，爱你。冰冷的触感从指尖蔓延到心脏，几乎要冻结血液。上辈子临死前，就是这双曾无数次拥抱过我的手，和苏薇薇一起毫不留情地把本该属于我的物资书拿走，然后当着我的面重重关上了那扇我父母精心挑选的据说能保百年平安的别墅防盗门。门外是末世降临后能冻裂灵魂的暴雪和冰雹，我被他们推倒在冰冷的雪地里，身体的热度一点点被漫天冰雪抽干，肚子里的孩子也化作血水离开了我的身体。最后映入我眼帘的是窗户里周晨搂着我那闺蜜苏薇薇亲热的身影。再睁眼，竟是熟悉的天花板，手机屏幕显示着日期，末世来临的前1个月。心脏在死寂过后猛地狂跳，几乎要撞碎胸骨。我重生了，我回来了。周晨、苏薇薇还有那对逼死我父母的好公婆，这一世我定会加倍奉还，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而且要连本带利的偿。我指尖冰冷，却稳稳地握住手机，看着那条虚情假意的短信，嘴角缓缓扯出一个毫无温度的笑。很好，一切都还没发生，父母还在。我的手下意识抚上小腹，那里平坦却孕育着一个小小的生命。这一次，妈妈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眼底翻涌的猩红，努力让声音听起来一如往常的甜蜜。拨通了周晨的电话，电话几乎是被秒接的，那头传来周晨刻意放的温柔的声音：喂，宝贝，还没睡，是不是想我了？我无声地勾了勾唇角，语气却充满了依赖和一丝恰到好处的恋爱脑冲动。老公，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睡不着了。哦，什么事让我们小公主这么晚还惦记着？我看着窗外宁静的夜空，1个月后，这里将被无尽的暴雪和绝望笼罩。我在想，我慢条斯理、轻声细语地说，但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我们都快是一家人了。我的就是你的，所以我想把我爸给我的那笔天价嫁妆一起都转给你，这样才更像真正的一家人，对不对？电话那头是长达10几秒的死寂，我甚至能想象出周晨此刻的表情：震惊、狂喜、强自压抑的贪婪。果然，他的声音再次响起时，带上了明显的、几乎压抑不住的激动和颤抖。宝贝，你说真的，这合适吗？叔叔阿姨那边，我的东西我自己还不能做主啦！我娇嗔地打断他，演技逼真的自己都想吐。反正以后都是我们共同的呀，早给晚给都一样，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你就带相关证件过来，我们先办手续。好，宝贝儿，你真好，我真是太爱你了。我也最爱老公了。对了，电话那头的呼吸都粗重了几分，我眼神冰冷，语气却越发甜蜜。我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丝神秘兮兮的味道。我看手机，明天暴雪要来了，天气预报说了，可能很大呢。而我未说出口的那半句话是：你们的死期也越来越近了。暴雪？周晨愣了一下，显然没反应过来。不过他现在脑子里全是即将得到巨额财富的喜悦，他急切地想要和苏薇薇分享，可是又不能让我察觉，只好又虚伪地关心了我几句。很快他便迫不及待地挂了电话，大概是去跟他的苏薇薇分享这天降横财的喜讯了。电话挂断的瞬间，我脸上所有伪装的甜蜜瞬间退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冰冷的恨意和决绝的肃杀。我在别墅卧室内，我没有丝毫停顿，立刻拨通了父亲的电话。铃声只响了一下就被接起，仿佛父亲一直在电话那头守着。喂，楠楠，这么晚还没睡，是不是周晨那小子又惹你不高兴了？父亲沉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从小到大，他总是这样，能敏锐地察觉到我情绪最细微的变化。听到这熟悉而关切的声音，我的喉咙瞬间被酸涩堵住。上辈子父亲被他们联手逼得跳楼身亡的惨状猛地浮现在眼前，我死死咬住下唇，才没让哽咽溢出喉咙。爸，我的声音努力维持平稳，却依旧泄露出了一丝紧绷。听着，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非常重要，您和妈妈一定要相信我，并且立刻去办。父亲在那头沉默了一瞬，似乎被我这从未有过的严肃语气惊到了，但他立刻回应，没有丝毫犹豫。好，你说，爸爸听着。这就是最疼爱我的爸爸，无论何时都会无条件先选择信任我。
我深吸一口气，语速加快却清晰无比。第一，立刻停止集团所有对外投资，将所有能调动的流动资金全部换成黄金和必需品。第二，马上以最高规格加固我们在西山的那处老宅，要能抵御极寒和冲击，安装最先进的能源系统和防护措施。第三，秘密采购清单上的物资，清单我稍后发您，记住要绝对保密，分多个渠道，不要引起任何注意。我记得上一世周晨虽然可以从物资书里随意提取物品，但是只能提取书本上有的，而那本书上没有的东西是无法获得的。我声音带着一丝冰冷的恨意继续说道。第四，爸，周晨和他一家人，包括苏薇薇我那个所谓的闺蜜，他们想害死我们全家。爸，周晨和他一家人，包括苏薇薇我那个所谓的闺蜜，他们想害死我们全家，他们会谋夺我们家产。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他会来找我，我已经给他排好了一出大戏。父亲在那边的呼吸陡然加重，我甚至能听到他猛地站起身，椅子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刺耳声音。紧接着母亲焦急的声音隐约传来：怎么了，老林？楠楠出什么事了？父亲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冷峻，带着一丝压抑的震怒。楠楠，你确定？爸，我亲眼所见，如果不是我侥幸提前察觉，1个月后我们全家都会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声音带着死里逃生的颤抖，请相信我，具体原因我现在无法细说，但时间不多了。我明白了。父亲的声音瞬间沉淀下来，那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企业家独有的决断力。你妈就在我旁边，开免提，我们一起听。楠楠，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你的安全最重要。母亲带着哭音的声音传来：楠楠，我的孩子，你是不是受委屈了？你怎么样？别吓妈妈。妈，我没事，我很安全。我赶紧安抚，但我们必须要行动起来了。接下来陪我演好这场戏。我快速地将我的计划全盘托出，包括我刚刚用别墅和存款做饵，引诱周晨明天上钩。我们需要利用他的贪婪，在他最得意的时候让他跌入深渊。父母在电话那头听得心惊肉跳，尤其是听到周晨和苏薇薇甚至害死了他们未出世的外孙时，母亲几乎泣不成声，父亲则是一遍遍压抑着怒吼护上。但他们最终都选择了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我们一家3口在这深夜通过电话定下了复仇和生存的初步计划。结束和父母的通话后，我毫无睡意。我来到书房，开始凭借上一世的记忆寻找那本极为重要的百科全书。我记得那是在书架最底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上一世是周晨在寻找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时无意间触碰，才意外开启了它的神奇功能。我蹲下身，指尖拂过书籍，仔细辨认着那些或新或旧的书名，心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终于，我的手指停在了一套厚厚的烫金字体有些暗淡的百科全书上，就是它。书籍外观朴实，甚至因为有些年头而显得陈旧。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抽出来，沉甸甸的触感仿佛带着上一世的重量。翻开书页，里面是正常的印刷文字和图片，与任何一本百科全书别无二致，只有一枚烫金的古老书签在里面，显得格外的神秘。我尝试着集中精神，用书签划过想要的物资页上，但书页毫无反应。果然，如同记忆中的一样，这本书似乎需要一个主人来开启。上一世是周晨意外开启，这一世虽然我重生了，但这个权限似乎仍未改变，至少主动开启的权限不在我手里。一个冰冷的笑容在我嘴角浮现，没关系，这样更好。既然注定要由他开启，那我就为他搭建好舞台，让他再次意外地开启它。只不过这一次剧本由我来写。我把书本里出现的物资拉了一个表格，同时和我准备的末日需要的物资表格做了一个比对，多出来的便是书本里没有的，也正是我要爸爸去准备的。做完这一切，我小心翼翼地将书签放回书本里，并把书原封不动地放回原位，确保它看起来和周围的书一样，没有任何被移动过的特殊痕迹。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仿佛昨夜那场跨越生死的通话和刻骨铭心的计划只是一场噩梦，但我知道那不是。手机屏幕上，周晨的短信已经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宝贝，醒了吗？我迫不及待想见你了，证件都带好了，等我哦。后面还跟着一个油腻的亲吻表情。我面无表情地回复了一个害羞的表情包，然后开始洗漱打扮，甚至精心化了一个甜美可人的妆容，穿上我精心定制的白色婚纱，一副完全沉浸在幸福中毫无防备的待嫁新娘模样，静静等待那只待宰羔羊的到来。门铃响起，比我预想的还要早。透过监控，我看到周晨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贪婪，手里还假惺惺地捧着一束俗艳的红玫瑰。他来了。他身边还跟着他的母亲，那个一向刻薄，此刻却努力挤出慈爱笑容的女人。我深吸一口气，脸上瞬间切换成灿烂无邪的笑容，打开了门。阿晨、阿姨，你们来这么早呀？我声音甜得发腻，侧身让他们进来。周晨一进门，目光就忍不住四处看着，尤其是落在那些价值不菲的摆设上，但他很快收敛，将花递给我，想要拥抱我。宝贝，太想你了，昨天你说的事，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我巧妙地避开他的拥抱，接过花，笑容不变。我也没睡好呢，光想着怎么让我们的小家更好了。阿姨快请坐。周母拉着我的手，假意关怀。哎呀，嫣嫣啊，
瞧你都快结婚的人了，怎么还这么见外？该叫妈了。他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客厅。你爸妈呢？这么大事，他们不在家？爸妈公司临时有点急事，一早就出去了。一大早，爸妈就行动了起来，先是让集团资金已经开始秘密回笼，母亲则以筹备婚礼和未来可能度假为由，亲自去了几家大型仓储式超市和户外用品专卖店，开始了第一波不易引起怀疑的采购。西山的工程队也已经联系好，以别墅需要翻新和加强安保为由，最快的施工队今天下午就能进场，材料都选用最高标准的保温防护材料，所有的准备已经开始，而我的这场戏也该开场了。我给他们倒了水，语气轻松，不过没关系，过户的事情我自己就能做主，他们早就说过我的东西随我处置，这点小钱也不需要他们出面了，相关文件我都准备好了。周晨和周母对视一眼，眼中狂喜几乎要溢出来。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周母假意推辞，手却搓着，显然迫不及待。阿姨，我们是一家人吗？我笑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文件袋。老公，你先看看文件。对了，正好你来了，帮我个忙好不好？我爸昨天说书房有份关于别墅地下管线图的旧文件找不到了，好像是在书架最下面那一层，我裙子不方便弯腰，你帮我找找好吗？好像是一本挺厚的旧书夹着的。我语气自然，带着一点撒娇的意味，指向书房的方向。周晨此刻正被巨大的馅饼砸得晕头转向，对我几乎是言听计从，更何况只是找份文件这种小事。他立刻点头，好，宝贝，你等着，我去找。他起身走向书房，我则和周母坐在客厅，假意翻看着文件，回答着他那些充满算计的关于别墅和存款细节的问题。我的耳朵却竖起着，全心关注着书房的动静。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书房里传来翻找书籍的声音。突然，书房里传来一声短促的惊呼，紧接着是书本落地的闷响。来了！我立刻站起身，脸上装出惊讶和担忧。怎么了，老公？没事吧？说着，快步走向书房。推开书房的门，我看见周晨人被压在一堆书下面，而角落里那本百科全书正微微闪着不易让人察觉的微光。我知道它已经被开启了。周晨似乎也注意到了那里的不同，刚想伸手想去一探究竟，顿时被我挡在身前，伸手拉住了他的胳膊，一脸关切。阿晨，你没事吧？怎么样？有没有摔到哪里？被我突然的打断，周晨也没有细想，只觉得可能被书砸到了脑袋，出现了幻觉了。周晨被我拉起来，神情还有些恍惚，他下意识的又瞥了一眼那堆散落的书籍，尤其是那本寰宇百科全书。刚才似乎有一瞬间的异样感，但被我打断后，那感觉稍纵即逝，此刻再看又平平无奇了。没事儿。他揉了揉被书角磕到的额角，甩开那丝疑虑，心思立刻又回到了即将到手的巨额财产上，脸上重新堆起笑容。就是没站稳，碰掉了几本书。宝贝，你说的管线图我没找到，要不……没关系，我连忙打断他，生怕他再过多关注那本书，可能是我记错了。爸爸后来又说，可能在他公司办公室，先不管那个了，文件都准备好了，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吧。我拉着他回到客厅，周母也急切地站起身。是啊，正事要紧，那些杂事以后再说。周晨的注意力果然被成功转移，他眼中只剩下对财富的渴望，浑然不知道自己刚才错过了怎样大的一个机缘。接下来的流程异常顺利，在我恋爱脑十足的坚持和周到的安排下，我们很快去了相关的登记机构。在我找到早已得到父亲授意、全程配合的律师的见证下，别墅的产权以及那笔数额惊人的存款，以一种赠与的形式，在法律层面上暂时转移到了周晨名下。签署最后一份文件时，周晨拿着笔的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和他母亲交换着眼神，那里面是几乎无法掩饰的狂喜和得意。他们大概觉得我们全家都是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傻子，而我则在他们看不到的角度缓缓勾起了嘴角。拿吧，尽情的拿吧，现在拿到手的一切，将来都会成为勒死你们的绞索。办完手续，周晨母子简直把我当成了稀世珍宝，嘘寒问暖，极尽谄媚。周母更是拉着我的手，一口一个好儿媳，嘴里不停地说什么等暴雪天气过去了，就立刻办一场最盛大的婚礼。我忍着恶心，配合着他们的表演，脸上始终挂着幸福而懵懂的笑容。老公，阿姨，我看着他们兴奋的样子，胃里一阵恶心，但强忍着怒意，适时地提出我的要求。既然手续都办好了，你看这别墅，你是不是也该搬过来一起住了？毕竟以后这里是我们的家了，而且天气预报说暴雪可能真的很厉害，我们住在一起也安全些，物资也充足，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然不会拒绝。周晨立刻点头如捣蒜。好，宝贝，你说的对，我这就回去收拾东西，今天就搬过来。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以主人自居，享受这奢华的别墅了。我笑容甜美。那我等你。对了，这么大的喜事，要不要叫上苏微微一起庆祝一下？她是我唯一的朋友，她一个人在这城市，这种天气人多也热闹，安全些。我故意提起苏微微，观察着他们的反应。周晨脸色微微一僵，闪过一丝不自然，但立刻被更大的贪婪覆盖。他大概觉得我已经蠢钝如猪，毫无威胁，甚至可能觉得让旧爱新欢共处一室是种刺激的成就，甚至估计已经幻想和情人在我的别墅里颠鸾倒凤了。周母倒是愣了一下，随即眼底闪过一抹金光，似乎觉得这样更能牢牢控制住我和周晨，或许还能趁机让苏微微也蹭些好处，便假意推辞两句后，顺水推舟地答应了。哎呀，
薇薇那孩子是挺不容易的，叫来一起热闹热闹也行，还是我们囡囡重情义。我心中冷笑，大度，我是怕你们死得不够整齐。送走欢天喜地的周晨母子，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冰封。我立刻返回别墅，反锁大门，拿出另一部加密手机联系父亲。爸，鱼儿已经吞下，他们很快就会搬进来，苏薇薇也会来。知道了。父亲的声音沉稳冰冷。西山基地已经全面动工，不惜成本3班倒，最快速度完成加固和储备。你妈妈采购的第一批物资已经通过不同渠道运往那边，你那边一切小心，随时保持联系。我会的，爸。那本书他应该已经触发了，但自己还没意识到计划下一步。按计划进行，让他发现这个秘密，让他为之疯狂，然后再打破他的希望。而我们只需要慢慢准备清单上没有的，这才是要秘密储备的关键。父亲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杀意。楠楠，记住，捧得越高，摔得越碎。我明白。我和父亲再次沟通了详细的储备进程，又密谈了很久才结束了这通电话。下午，周晨就兴冲冲地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搬了进来，跟他前后脚来的还有精心打扮过、一脸矜持却又掩不住眼底野心的苏薇薇。嫣嫣，还是你对我好，这种情况下还能想到我，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苏薇薇穿着一条凸显身材的紫色连衣裙，语气温柔，眼神却像打量猎物一样，扫视着别墅内部的奢华装修，那姿态仿佛她已经是这里的女主人。我心中恶心翻涌，面上却笑得毫无心机。你跟我客气什么？都是一家人，我爸妈也拿你当亲女儿，别客气了，快请进。阿晨还经常夸起你，说你又漂亮又聪明，以后呀还不知道哪个男人能得到你呢。周晨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赶紧打圆场。是啊，薇薇，你就不要客气了。嫣嫣心地善良，这种关键时刻怎么会忘了你呢？我笑着安排苏薇薇住进了2楼的一间客房，就在主卧的旁边。这安排显然让周晨有些心痒难耐，也让苏薇薇更加觉得自己地位特殊。当晚，我亲自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甚至还开了一瓶昂贵的红酒，庆祝我们的新开始。席间，周晨和苏薇薇眉来眼去，在我面前极力掩饰，却又忍不住那种共享秘密和即将共享财富的兴奋，我全都看在眼里，只是不停地劝酒，说着甜蜜的蠢话。酒过3巡，周晨有些微醺，话也多了起来。晚餐在一种诡异而和谐的氛围中进行，周晨和苏薇薇显然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中，多喝了几杯，言语间不免流露出些许忘形。嫣嫣，你放心，以后这个家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比所有人都好。周晨拍着胸脯，眼神却飘向苏薇薇，后者回以一个娇媚的笑容。是啊，嫣嫣，你真是有福气，找到阿晨这么好的男人。苏薇薇假意奉承我，手指却若有似无地碰了碰周晨的手背。我装作全然未觉，甚至配合地露出羞涩幸福的表情。我相信阿晨。对了，老公，我看天气预报说这场雪可能真的会很大，持续时间也长，我们是不是该多准备点东西？家里虽然有些存货，但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成功地将话题引向了物资储备。周晨此刻正飘飘然，大手一挥，怕什么？宝贝，我们现在有钱了，明天我们就去采购，把超市都搬空，让你看看你老公的本事。他显然已经完全将我赠予的财产视为了己有。苏薇薇也附和道：是啊，周晨说的对，嫣嫣你就是太小心了，不过未雨绸缪也是好的，多准备点总没坏处。他心里盘算的自然是越多物资，将来他和周晨能享受的日子就越久。我心中冷笑，面上却点头，还是微微想得周到。那明天我们一起去采购吧，多个人多份力量。好。周晨一口答应，两人甚至背着我偷偷勾搭了下手指头。我当作没看到，计划初步达成，接下来就是演戏了。第二天，天气果然开始转阴，气温骤降，新闻里已经开始播报罕见寒潮预警，但大多数人依旧不以为意，只觉得是一场大一点的雪。周晨看着我的车，带着我和苏薇薇直奔本市最大的仓储式超市，他摆出一副暴发户的姿态，见到什么就拿什么，尤其是昂贵的进口食品和红酒，仿佛不是在为末世做准备，而是在进行一场炫耀性的消费。苏薇薇则跟在他身边，娇声细语地指点着，专挑那些精致而占地方的非必要品，显然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和享受。我冷眼旁观，偶尔故作天真地提醒一句：老公，我们是不是该多买点米面、油盐、罐头、纯净水，还有药品什么的，这些才是基础呀。周晨正享受挥霍的快感，对我的扫兴提议有些不耐烦，但碍于刚刚到手巨额财产，还是敷衍地往购物车里扔了一些。我默默记下他们忽略的所有关键物资，大量的基础食物、水、药品、维生素、燃料、电池、防寒衣物、工具、种子，这些正是那本百科全书里可能没有或者不足，而我父亲正在秘密加紧囤积的东西。结账时，金额高得吓人，周晨眼睛都不眨地刷了卡，用的是我那笔存款的紫卡，脸上洋溢着掌控一切的得意。看着堆成小山的物资被装上我提前准备好的货柜车，周晨和苏薇薇志得意满。回到别墅，指挥工人将物资堆进车库和空闲房间时，周晨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他搂着苏薇薇的腰，在我面前毫不避讳地展示着主人的姿态。宝贝，你看，
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他得意地说。我笑着点头，心里计算着时间。父亲发来加密信息，西山基地加固工程进展神速，物资也在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源源不断送入。清单上百科全书没有的物品正在逐一补齐。暴雪的前兆越来越明显，天空阴沉的如同傍晚，零星已经开始飘落雪花。晚上，周晨以整理物资为名，和苏微微在车库待了很久。我透过窗户看到两人在物资堆旁搂抱亲吻，急不可耐，甚至周晨的手已经伸进苏微微衣服里，撕扯了什么。我无声地退回书房，再次检查了那本百科全书的位置，确保它看起来依旧像是被无意塞在角落的普通旧书。然后我拿出了一小瓶无色无味的药剂，这是父亲通过特殊渠道弄来的高效安眠药粉末。我将其小心地融入睡前给周晨和苏微微的热牛奶中。今天累坏了吧？喝点牛奶助眠，明天天气更糟，可能就不好出门了。我体贴地将牛奶递给他们，两人不疑有他，或许还沉浸在左拥右抱的幻想中，痛快地喝了下去。不出半小时，药效发作，两人各自回房后很快陷入沉睡。我戴上手套，悄无声息地潜入书房。我没有去动那本百科全书，而是小心翼翼地将那枚看起来古朴的烫金书签从书页中抽了出来，换上了一枚外观几乎一模一样的普通金属书签。真正的关键钥匙被我握在了手中，冰凉刺骨。做完这一切，我清除掉所有痕迹，退回自己的房间。我以婚前想多陪陪父母为由，暂时仍睡在自己原来的卧室，并未与周晨同房，反锁了房门。第二天清晨，世界已经被一层白色覆盖，雪越来越大，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网络和信号开始变得不稳定，新闻里播报着交通瘫痪、电力供应紧张的消息，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周晨和苏微微醒来，因为安眠药的作用还有些昏沉，但看到窗外的景象，也终于意识到情况可能比想象的更严重。这雪也太大了吧？周晨有些嘀咕，苏微微则有些害怕的默默地靠向他。阿晨，我们物资够吧？放心，够我们吃用1年了。周晨强自镇定，炫耀着昨天的战果。早餐时，我故作担忧地说道：“老公，新闻说好多地方都停电了，我们别墅区的电路虽然还好，但万一呢？而且天然气也可能中断，我们是不是得想想办法？”周晨皱起眉，这确实是个问题。别墅虽然有自己的备用发电机，但燃油储备有限。他下意识地环顾四周，目光扫过书房的方向，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对了，他猛地站起来，昨天害我摔了一跤的那堆书里，好像有本讲野外生存还是能源什么的百科全书，说不定里面有办法。鱼儿终于要主动咬钩了。我心中冷笑，面上却露出惊喜和依赖的表情。真的吗？老公，你真厉害，快去找找看。周晨立刻起身走向书房，苏微微也好奇地跟了过去，我则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确保自己能亲眼目睹这一幕。周晨在书架底层翻找着，很快就抽出了那本《寰宇百科全书》，他有些急切地翻动着书页，嘴里念叨着：“我记得昨天瞥到了一眼的。”应该不会记错吧？当他翻到太阳能发电装置那一页时，手指无意识地抚过页面的插图，那正是我替换过的普通书签所在的位置。什么都没有发生。周晨愣了一下，又急忙翻到柴油发电机的页面，再次用手指划过，书页依然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回事？周晨有些焦躁地嘟囔。昨天明明感觉……苏微微在一旁疑惑地看着。阿晨，怎么了？一本旧书能有什么办法？周晨额角渗出细汗，手指在书页上反复摩挲，连带着那枚普通书签都被蹭得微微发烫。他不死心，又翻到食物储存、供暖设备的章节，可无论怎么按怎么画，书页始终是冰冷的印刷字，连一丝微光都没有。不可能啊！他喃喃自语，眼神里满是慌乱。昨天我明明感觉到了，这里好像有东西的。他下意识指向书角，那里还留着昨天被他碰掉时磕出的微小折痕。苏微微看得不耐烦，伸手扯了扯他的胳膊。阿晨，你是不是昨天被书砸傻了？一本破书能有什么用？我们不是还有那么多物资吗？大不了省着点用。他的目光扫过客厅里堆得半满的货架，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埋怨，心里盘算着，早知道周晨不靠谱，还不如昨天多囤点奢侈品。我适时上前，装作担忧地拉住周晨的手。老公，你别着急啊，是不是记错了？也许就是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呢，没关系的，实在不行，我们可以找物业问问，或者看看能不能联系到维修。我的话像根刺，扎得周晨更慌了。他猛地甩开我的手，眼神里闪过一丝阴鸷。不可能记错，我清楚记得昨天有光，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他蹲下身，疯狂地翻找书架底层的其他书，一本本抽出来扔在地上，书页散落一地，连带着我之前刻意摆好的管线图文件也被翻了出来。书房里一片狼藉，周晨像疯了一样把书架底层的书全都扒了出来，嘴里不停念叨着：不可能，一定有。苏微微从一开始的不耐烦，渐渐也染上了一丝不安。她看着周晨近乎癫狂的状态，又看看窗外越积越厚的雪，下意识地抱紧了手臂。我则站在一旁，冷眼旁观她的无能狂怒，心里计算着时间，药效应该已经完全过去了。她此刻的清醒和焦躁，正是我所需要的。老公，你别这样，我害怕。我适时地表现出惊恐，声音带着哭腔，后退了2步，仿佛被他的样子吓到了。我这副样子似乎刺激到了周晨，他猛地停下动作，喘着粗气，眼睛赤红地瞪着我，又像是透过我看着别的什么。他不能接受，明明昨天有那么强
强烈的预感，这本旧书绝非凡品。那瞬间的悸动和微光绝不是幻觉。为什么今天就不行了？是方法不对，还是需要什么条件？他死死盯着那本被扔在地上的寰宇百科全书，像是要用目光把它烧穿。阿晨，算了。苏微微上前试图安抚他，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也许就是幻觉呢。我们现在有别墅，有钱，有这么多物资，够我们撑很久了。等雪停了，一切都会好的。他的话像是一盆冷水，浇熄了周晨部分的狂热，却点燃了他另一部分的虚荣。是啊，他现在是这栋豪华别墅的主人，有着巨额存款，还有堆积如山的物资。就算没有那本怪书，他周晨依旧是人上人。而我这个蠢女人已经把一切都拱手送给了他。这么一想，他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只是眼神深处对那本书的执念并未消失，反而像颗种子埋了下去。周晨被苏微微拉起来，却依旧目光死死地盯着那本百科全书，胸口处依然剧烈起伏。他怎么能接受上一秒还以为自己掌握了末日生存的秘密武器，下一秒却发现这武器成了废铁？他猛地转头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怀疑。妍妍，你昨天有没有碰过这本书？我心中冷笑，面上却露出委屈的神色，眼眶微微泛红。老公，你怎么会这么问我？我昨天除了让你帮忙找文件，根本就没靠近过书房的书架啊！你是不是因为找不到书的用处就怀疑我了？说着，我还轻轻咬了咬下唇，一副受伤的模样。周母听到书房里的动静，也急忙走了过来，看到满地狼藉，她皱着眉头问道：“怎么了？这是好好的书房，怎么弄成这样了？”苏微微抢先开口，语气带着不满：“阿姨，周晨不知道怎么了，非要对着一本旧百科全书发疯，说什么昨天看到书发光，现在却没用了，还怀疑嫣嫣动了手脚。”周母一听，眼神在我和周晨之间转了转，随即看向周晨，语气带着安抚：“阿晨啊，你是不是太紧张了？都怪这鬼天气，让人心里发慌。一本旧书哪能发光啊？说不定是你昨天眼花了。咱们现在有别墅，有存款，还有这么多物资，就算真停电停气了，也能撑好久。别胡思乱想了。”周晨却根本听不进去，他依旧盯着我，语气带着一丝偏执：“我没眼花，昨天我明明看到了。妍妍，你再好好想想，昨天你真的没碰过这本书吗？”面对周晨的质疑，我眼中的泪水恰到好处的涌了上来，声音带着被冤枉的颤抖和委屈：“阿晨，你怎么能这样想我？我昨天一直在客厅和阿姨聊天，后来就去准备过户的文件了。我动你的书干什么？那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吗？难道比我们的感情还重要吗？”我故意将话题引向我们之间的感情，凸显我的无辜和恋爱脑。周母见状，立刻打圆场。她虽然也贪心，但此刻更怕煮熟的鸭子飞了，赶紧拉了一把周晨：“行了，阿晨，你冲嫣嫣发什么火？一本破书而已，没了就没了。现在这情况，有吃的有用的才是正经，别吓着嫣嫣。”苏微微也假意劝道：“是啊，阿晨，阿姨说的对，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嫣嫣对你这么好，把什么都给了你，怎么会动你的书呢？”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在为我鸣不平，可是仔细想来，却是在暗示周晨我已经没有价值了，没必要为了我动气。周晨看着我这副渲然欲泣，仿佛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再想到我已经一无所有，完全依附于他，心中的疑虑稍稍减轻，但那股莫名的失落和焦躁却无法平息。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最终没再说什么，只是阴沉着脸，狠狠踢了一脚地上的书，转身走出了书房。好了，没事了，嫣嫣，阿晨他就是太紧张了。周母假意安慰我，眼神却不住地往客厅堆放的物资上瞟。苏微微则跟着周晨出去了，低声说着什么，大概是在继续安抚他。我低下头，掩饰住嘴角冰冷的笑意。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但贪婪会让他们暂时忽略这点不安，而我要的就是这点时间差。接下来的2天，暴雪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越下越大，整个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死寂。电视信号彻底中断，网络时断时续，手机也常常打不通电话。别墅区开始间歇性停电，虽然备用发电机自动启动，但燃油消耗极快。周晨试图联系外界购买燃油，却发现通讯困难，即便打通了，对方也表示运输极其困难，价格高得离谱。寒冷和与外界逐渐失联的恐惧开始侵蚀每一个人。周晨变得越来越焦躁，他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对着那本百科全书不死心的反复研究，用手摩挲，甚至异想天开滴滴写上去，但都毫无反应。书页冰冷，仿佛在无声地嘲讽他的徒劳。苏微微也从最初的志得意满变得有些不安，她开始挑剔物资，抱怨寒冷，甚至暗地里对周晨发脾气，责怪他准备不周。两人之间那层虚伪的甜蜜面纱，在末世降临的压力下开始出现裂痕，而我则冷眼旁观着这一切。背着他们，我通过加密的卫星电话与父母保持着联系。西山基地的加固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地下室被改造成了完善的生存空间，配备了空气净化系统和独立的供暖系统。父亲利用最后还能运作的物流渠道和人脉，将我清单上百科全书所缺失的关键物资、药品，例如抗生素、各种处方药、急救用品、维生素片、种子、高级防寒衣等，秘密且分批地运抵了西山基地。我们只等一个时机。很快，我们等的时机来了。暴雪持续的第5天，别墅彻底断电了，备用发电机的燃油终于耗尽，寒冷瞬间吞噬了每一个房间。
好冷。苏微微裹着厚厚的毯子，嘴唇冻得发紫，之前的优雅荡然无存。周母也缩在沙发上，瑟瑟发抖。周晨从书房冲出来，脸色铁青，对着我吼道：燃油呢？家里还有没有备用的燃油？发电机怎么停了？我抱着手臂，装作同样寒冷害怕的样子，声音发抖：没有了。之前你说采购物资，燃油你说太重又危险，就没买多少，都怪我没提醒你。我把责任巧妙地引回给他。周晨一噎，想起当时自己只顾着买炫耀性的奢侈品，确实忽略了我的提醒，顿时恼羞成怒。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怎么办？这么冷会冻死人的。就在这时，他的手机极其艰难地接收到了一条断断续续的短信，是他一个朋友发来的，说黑市上有点燃油，但价格是天文数字，而且需要自己去取，风险极大。周晨攥着手机，直接因用力而发白。黑市在城市另一端，此刻暴雪封路，开车过去无异于送死，但没有燃油，这栋别墅就是座冰窖，他们撑不了多久。去，必须去！周母裹着毯子，声音发颤，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贪婪。有总比没有好，只要拿到燃油，我们就能撑到雪停。苏微微也急忙点头，眼里满是恐惧。阿晨，去吧，要不我和你一起，只要我们小心点就好。在这末日下，他们装也不装了。周晨看向我，眼神里带着命令：你在家守着物资，我们去就回。周母眼里闪过一丝惊疑，她看了看苏微微，冷冷地说道：我也去，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燕燕怀孕了，她就不要去了，在这里守着就好。我知道，她不是不相信周晨，而是不相信苏微微。她怕苏微微在周晨耳边吹耳旁风，抛弃他这个孤寡老人，独自快活。周晨皱了皱眉，答应了。临走前交代我在家里省着点用物资，我装作顺从的点头，眼底却划过一丝冷光。他们走后，我立刻拿出加密卫星电话联系父亲，他们去黑市找燃油了，计划可以开始了。父亲的声音沉稳：好，西山基地这边都已准备就绪，你注意安全，我们会在约定时间接你。挂了电话，我开始最后检查。之前偷偷在别墅的通风系统里放了微量的催眠气体，剂量不大，却能让人在寒冷和焦虑中更容易昏睡。我还在周晨和苏微微的行李里放了跟踪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3个小时后，周晨他们狼狈地回来了，车陷在雪地里半天才推出来，燃油只买到了1小桶，够发电机用几个小时。该死的，那帮人简直是抢钱！周晨把燃油桶往地上一摔，溅出几滴油花，胡微微冻得直哭，抱怨着路上的危险。周母则心疼买燃油花掉的钱，三人吵作一团。我适时地端出早就准备好的热汤，大家先喝点汤暖暖身子吧，别吵了，现在我们得团结起来。他们饿坏了，也冷坏了，接过汤碗就大口喝了起来。算你有眼力劲儿，我们不在家这段时间，你没有浪费资源吧？周晨真的很让人恶心，也很明显，哪怕我现在怀有身孕，他依然不在乎我是否能坚持，只是一昧的在乎自己的利益。只可惜这些都不重要了，以后他就守着这些所谓的利益，在这栋别墅里慢慢等死吧。没一会儿，催眠气体和汤里微量的安眠药开始起作用，三人先后昏昏欲睡。我确认他们都睡熟后，迅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带上那枚真正的书签，打开了别墅后门。外面的雪还在下，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但我却觉得无比轻松。远处，父亲安排的车队已经到了，车灯在雪夜里像温暖的星辰。我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车队奔去。车门打开的瞬间，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楠楠，我的孩子。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厚厚的羽绒服下，我能清晰感受到她身体的颤抖，那是极致的担忧与后怕。父亲拍了拍我的后背，声音依旧沉稳，却难掩关切：没事就好，快上车，外面太冷了。我点点头，钻进温暖的车里。透过车窗，我最后看了一眼那栋别墅，此刻它在暴雪夜色中像一头沉默的巨兽，而里面是3个即将为他们的贪婪与残忍付出代价的人。车子缓缓启动，朝着西山基地的方向驶去。车窗外的雪景飞速倒退，如同我被彻底斩断的前世。车队行驶了将近2个小时，终于抵达了西山基地。这里原本是父亲早年购置的一处私人庄园，经过这几日不眠不休的加固改造，早已变成了一座坚固的末日堡垒。厚重的合金大门缓缓打开，里面灯火通明，温暖的空气扑面而来。先去休息区暖暖身子，吃点东西，后续的事情我们慢慢说。父亲一边引着我往里走，一边说道。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喝着母亲递来的热姜茶，身体的寒意渐渐散去，紧绷的神经也终于放松下来。母亲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眼眶通红。都怪我们当初没看清周晨那小子的真面目，让你受了这么多苦。妈，不怪你们，是我自己当初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我轻轻拍了拍母亲的手背。不过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以后都会好好的。父亲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眉头微蹙。根据监视器显示，周晨他们正在别墅里乱发脾气。母亲也开口：我收到消息，黑市那边因为物资紧缺，已经开始出现抢物资的情况，局势越来越不稳定了。我放下手中的姜茶，眼神变得冰冷。他们打起来也好，让他们先在别墅里待着，等我们这边一切准备就绪，再慢慢跟他们算总账。
爸，眼下最重要的是那本百科全书里没有的物资，我们都备齐了吗？放心，都备齐了。父亲拿出一份清单递给我，抗生素、处方药、急救用品，这些药品地下室的恒温仓库已经整理好了，所有物资都分类存放，方便取用。我从背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那本百科全书，还有被我贴身藏着的那枚古老的书签，上面闪着质朴的光芒。爸，我们试一试吧。在那套别墅里，我试过2次，特别神奇。爸妈听见我这样说，脸上也露出好奇的表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偷偷准备了一些吃食，以及百科全书上有的物资，以防万一。只见我用那枚书签轻轻划过页面上的橄榄油，心里默念橄榄油10升。突然，面前的书签闪过一缕淡淡的金光后，我脚边的地面上突然出现了一瓶10升装的橄榄油。哇，真的可以这么神奇！妈妈拿起地上的橄榄油瓶，仔细端详，甚至还拧开瓶盖闻了闻，不禁发出感叹：这世上竟还有这样的好东西，确实很神奇。这若是让有心之人得了去，恐怕要出大问题了。父亲总是这样，思考问题的角度多而广。我轻声安抚父亲：爸爸，现在是我们得到了，总归是不会出现什么大乱子。眼下我们只需要慢慢提取我们所需要的物资就可以了。父亲点头，我们来到仓库，比照着清单一点一点补充物资。很快，仓库被我们填得满满当当，我的心里也被安全感满满的塞满。剩下的时间，我们只需要坐看周晨是如何被这末日吞噬就好了。西山基地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厚重的隔热门窗将酷寒与绝望彻底隔绝在外。室内恒温系统维持着宜人的温度，独立的能源系统确保电力供应源源不断。父亲甚至利用闲暇时间，在特意开辟的阳光房里尝试无土栽培一些速生蔬菜，为我们的食谱增添绿色。通过架设在高处的隐蔽摄像头和信号接收器，我们依然能断断续续地接收到那栋别墅内部的画面和声音。这成了我们了解外界，尤其是周晨他们近况的唯一窗口。我离开后，周晨曾尝试在房间里到处找我，可是始终没有我的人影。他心里察觉到一丝不对劲，可是苏微微时不时地朝他投怀送抱。他心想，反正得到了这栋别墅和巨额财产，我大概是出门找父母，被冻死在路上了。阿晨，他消失了，不是正合我们的意吗？还省得我们处心积虑的算计了，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2人世界了。周晨冷得打颤，和苏微微依偎在一起，才勉强不觉得冷，敷衍地回应了他几句。我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幕，只觉得恶心透顶。一个是我的挚友，一个是我的未婚夫，他们就这样靠在一起，商量着如何置我于死地，真是可笑。此后我好几天都没有再看他们，只有父亲偶尔提醒我要关注敌人动态的时候，我才会点开看一下。画面里，别墅内部因为断电而一片昏暗，仅靠壁炉和一些蜡烛照明，显得阴冷而压抑。周晨、苏微微和周母3人早已没了之前的得意，取而代之的是憔悴、惊恐和日益增长的怨怼。那一小桶燃油很快耗尽，发电机彻底哑火，极寒无情地侵蚀着别墅的每一个角落，墙壁上结起了冰霜，自来水管道早已冻裂，它们只能融化雪水，勉强维持饮用，但燃料也很快成了问题。冷，好冷啊！苏微微裹着所有能找到的毯子，蜷缩在壁炉边，声音嘶哑，脸上早已没了精致的妆容，只剩下冻出的青紫和绝望。周晨，想想办法，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冻死的。周晨暴躁地踹了一脚早已冰冷的暖气片。我能有什么办法？路全被封了，手机根本没信号，那个黑市贩子也联系不上了。他猛地看向角落里所剩无几的物资堆，那里面更多的是他之前为了炫耀而购买的昂贵零食、红酒和奢侈品，真正顶饿抗寒的压缩饼干、罐头等反而消耗得飞快。省着点吃，都不知道这雪什么时候停。周母尖着嗓子，一把抢过苏微微刚撕开的一包高级巧克力，就知道吃，现在这些东西是能救命的。你干什么，老妖婆？苏微微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连日来的饥饿和寒冷让她也撕下了伪装。要不是你儿子没用，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连点燃油都搞不到，还说什么以后让我过好日子？呸！你说什么？你个扫把星！要不是你勾引我儿子，我儿子会和嫣嫣闹别扭。嫣嫣怎么会突然离开？如果他还在，他爸妈肯定不会不管他，到时候物资肯定都给我们，肯定是你这个祸害客的。一边说着，周母扑上去就要厮打苏微微，周晨夹在中间，试图拉开两人，却被他们又抓又挠。够了，都别吵了！周晨怒吼一声，猛地将两人推开，他自己也因为虚弱和愤怒而踉跄了一下，撞在了书架上，一本类似的百科词典被震落下来，再次砸在他的脚边。周晨死死盯着那本书，眼中布满血丝，疯狂的执念再次涌上心头。一定是他，一定是哪里不对。他捡起书，像抱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反复摩挲，甚至用牙齿去咬书籍，状若癫狂。给我出来！吃的、喝的、燃油 ，whatever， 给我！然而书叶毫无反应，只有他粗重的喘息和两个女人惊恐又带着一丝鄙夷的目光。疯了，他真的疯了，算我瞎了眼了。苏微微喃喃道。
下意识地离他远了些。周母看着儿子这样，又心疼又气急，最终也化为一声无奈的哀叹和更深的恐惧。日子在煎熬中一天天过去，别墅里的食物越来越少，争吵却越来越多，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在生存压力下暴露无遗。周晨开始严格控制食物分配，他自己拿最多，其次是周母，最后才轮到苏微微。美其名曰男人要保持体力想办法，母亲需要孝敬，而苏微微只是在吃闲饭。苏微微从最初的抱怨哭闹，渐渐变得沉默，眼神里却淬了毒。他开始偷偷藏匿食物，甚至在周晨母子睡着后，偷偷舔舐他们吃剩下的包装袋。周母则像一只护食的老鼠，时刻警惕地盯着所剩无几的物资，对苏微微非打即骂，对周晨也渐渐没了耐心，时常抱怨他没用，守不住家业。虽然这家业本就是骗来的。有一次，因为半块压缩饼干，周母和苏微微彻底撕破脸，扭打在一起。周晨拉偏架，狠狠推了苏微微一把，苏微微的头撞在茶几角上，鲜血直流。他却只是麻木地擦掉，用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周晨母子，不再说一句话。别墅彻底成了一座冰窖地狱，我们在这边通过屏幕冷眼旁观，心中没有丝毫怜悯，只有大仇得报的快意和冰冷。他们此刻经历的绝望、寒冷、饥饿，不及我前世所承受的万分之一。差不多了。父亲看着屏幕里那3个形容枯槁、眼神涣散的人，沉声道：“他们的体力消耗和精神崩溃已经接近极限，是时候进行下一步了。”我点点头，拿出那枚真正的书签，是时候给他们一点希望，再彻底碾碎它了。我让父亲调整了信号增强器，确保别墅里那台老旧的收音机能接收到我们特意发送的微弱信号。第二天，当周晨如同例行公事般绝望地打开收音机，试图搜寻外界信息时，一阵嘈杂的电流声中，断断续续地传出他梦寐以求的声音：“重复，西山官方救援点，物资充足，可持续能源，接收幸存者方位。”声音模糊不清，但关键词西山救援点、物资能源却像强心针一样扎进了周晨的心里。有救援！官方救援点在西山！周晨猛地跳起来，激动得浑身发抖，对着同样震惊抬头的周母和苏微微吼道：“你们听到了吗？西山有救援，有物资！”希望的光芒重新在3人死寂的眼中点燃。西山，那不是林烟他们家老宅的方向吗？周母迟疑道：“对，就是那里。”周晨兴奋地踱步，那里地势高，建筑结实，肯定是官方设立的救援点。我们现在必须去那里。可是外面的雪这么深，我们怎么去？苏微微捂着饥饿的肚子，虚弱地问，但眼中也燃起了求生的渴望。走，爬也要爬过去。周晨眼神狂热，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去了那里就有吃的，有暖气，没准还能遇到林烟一家，他们肯定躲在那里享福，让官方把他们抓起来，他们的物资就该分给我们。恶毒的念头一旦产生，就迅速生根发芽。他们完全忘记了这别墅和存款是如何得来的，只想着如何夺取更多，如何将我们踩在脚下。他们开始疯狂地翻找所有能御寒的衣物，将最后一点食物塞进背包，甚至拆了家具绑成简陋的雪橇板。看着屏幕里他们为了一线虚无缥缈的希望而忙碌挣扎的样子，我露出了冰冷的笑容。鱼终于再次上钩了。暴雪仍在肆虐，积雪早已没过腰部，周晨3人裹得像个粽子，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跋涉在茫茫雪原上，寒风如同刀子刮得他们脸颊生疼，呼吸艰难，每走一步都耗费着巨大的体力，仿佛下一刻就会冻死在这里。周母很快就不行了，摔倒在雪地里，哭喊着让周晨背她。苏微微冷眼旁观，嘴唇冻得发紫，死死抓住自己的背包，里面藏着她偷偷省下的一点食物。周晨无奈，只能轮流拖着母亲和简陋的雪橇，速度慢得像蜗牛。快到了，就快到了，坚持住！周晨不断地给自己，也是给另外2人打气，脑海里幻想着到达西山基地后温暖的房间、热腾腾的食物，以及如何向官方控诉我们的罪行。他们跋涉了整整1天1夜，饥寒交迫，几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就在周母快要晕厥，苏微微也几乎放弃的时候，周晨突然指着前方山腰处，激动地嘶吼起来：“看，灯光，是那里，西山基地，我们到了！”远处隐约可见一座被积雪覆盖的巨大建筑轮廓，几盏明亮的路灯在风雪中如同灯塔般耀眼。那是父亲特意开着外围照明，为他们指引方向。这景象给了3人最后的力气，他们连滚带爬，嘶哑地呼喊着，朝着灯光的方向拼命冲去。终于，他们踉跄着扑到了西山基地厚重的大门外。周晨用尽最后力气，疯狂地拍打着冰冷的合金大门。开门，开门啊！我们是幸存者，救救我们！这里不是官方救援点，是私人领地，请你们离开。喇叭里响起冷冰冰的声音：“私人领地！”周晨一愣，随即立刻喊道：“不对，我们听到了广播，说这里有救援，有物资，求求你们，开门让我们进去吧，我们快冻死了，饿死了！”身后的周母已经瘫倒在地，苏微微也靠着门滑坐下来，眼神涣散。父亲用变声器通过喇叭对外面冷冷地说道：“我们新善
可以给你们一点食物，但你们不能进来。现在外面很危险，你们拿到食物后尽快离开吧。说完，观察窗旁边的一个小船送口打开，里面推出了3个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还有一小壶热水。食物的香气瞬间刺激了周晨3人几乎麻木的神经，他们像饿狼一样扑上去，抢夺着馒头，狼吞虎咽，烫得直哈气，也舍不得停下。一个馒头下肚，虽然远远不够，但至少让他们恢复了一点力气和贪念。他们的眼神瞬间死死盯住李云。这么冷的天，他们居然还有白面馒头，还有热水，这里面肯定有更多的物资，这里绝对就是广播里的地方。周晨眼珠一转，立刻换上一副可怜相，对着观察窗哀求道：行行好，让我们进去吧，外面真的会死人的。我认识这家的主人林国栋，我是他女婿啊，你告诉他我是周晨，他女儿林嫣的未婚夫，他一定会见我的。过了好一会儿，周围寂静的只剩下落雪的声音。眼看着周晨要等不及了的时候，父亲再次开口：我们同意让你一个人进来说话，但他们2个必须留在外面。周晨大喜过望，连忙点头：好好好，谢谢谢谢。周母和苏微微顿时急了：阿晨，你不能丢下我们。妈，微微，你们等我，我进去说清楚了就接你们进来。周晨安抚道。此刻他满心想着先自己进去享受温暖和食物，厚重的合金侧门缓缓打开一道缝隙，只容一人通过。周晨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瞬间被门内温暖如春的空气包裹，舒服的他几乎呻吟出来。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看清门内的景象，两侧就迅速上来2名强壮的安保人员，反紧了他的双手，将他死死按住。你们干什么？我是你们主人的女婿，放开我！周晨惊慌失措的挣扎大喊。女婿！一个冰冷而熟悉的声音从前方的阴影处传来。我缓缓从灯光下走出，身上穿着柔软保暖的家居服，手里还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牛奶，神情淡漠地看着他，如同看着一只肮脏的臭虫。父亲和母亲也站在我的身后，眼神冰冷，充满了鄙夷和恨意。林烨，爸妈，你们快让他们放开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周晨又惊又怒，试图挣扎。怎么回事？我慢慢走近他，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狼狈不堪的样子，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笑意。周晨，你还没明白吗？从来没有什么官方救援点，广播是我们发的，这里的主人就是我们。你们引我来的。周晨瞳孔骤缩，脸上血色尽退，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陷阱。不然呢？我轻笑。难道你以为在你们那样对我之后，我们还会以德报怨，收留你们这3条毒蛇吗？你们好毒的心肠！周晨嘶吼起来。外面那么冷，我妈和微微会冻死的。哦，我挑眉，语气轻飘飘的。那又怎么样呢？比起你们对我未出世的孩子所做的，这又算得了什么？这才只是开始而已。我挥了挥手，安保人员会意，将拼命挣扎咒骂的忠臣拖向了监控室，而基地厚重的大门再次缓缓关上，将门外周末和苏微微绝望的哭喊与拍打声彻底隔绝在外，最终消失在风雪之中。监控室里，屏幕被分成数个画面，门外周母和苏微微在绝望的拍打哭喊，很快力气用尽，在极寒中渐渐蜷缩下去，声音越来越微弱。周晨被强行按在椅子上，目睹着门外2个女人渐渐被风雪吞没，变成2具僵硬的躯体。他双眼赤红，发出野兽般的嚎叫。啊！林嫣、林国栋，你们不得好死！放开我！我要杀了你们！杀了我！我坐在他对面，慢条斯理地喝着牛奶，就像你们上一世计划的那样，让我意外身亡，瓜分我家财产。周晨的嚎叫戛然而止，猛地抬头，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和被猜中心思的闪躲。你说什么？什么上一世？很奇怪，我为什么会知道吗？我放下杯子，身体前倾，目光如同最锋利的冰锥，直刺他的灵魂深处。因为我回来了，从被你们夺走物资，推入冰天雪地，活活冻死的那一刻回来了，带着你们所有的阴谋，所有的背叛，所有的贪婪。回来了。我一字一句清晰地复述出他和苏微微在聊天记录里计划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包括他们如何算计我未出世的孩子。周晨的脸色从愤怒到震惊，再到彻底的惨白和恐惧，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不可能，那只是我们开玩笑。他语无伦次地试图否认。开玩笑！父亲猛地一拍桌子，怒喝道：联合苏微微骗走嫣嫣的一切，甚至害死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这也是开玩笑。周晨，你们周家和苏微微死不足惜。母亲也流着泪咒骂：畜生，你们会遭报应的。我拿出那本百科全书和那枚真正的书签，在他面前晃了晃。你是不是一直在找这个？好奇为什么他没反应了？周晨的眼睛瞬间瞪圆了，死死盯着那枚书签。是你，真的是你动了手脚。没错，我坦然承认，要是在我这里，你之前能感应到，不过是因为它恰好被你触发了一次而已。现在物归原主。我用书签在书页上轻轻一划，一盒高级巧克力出现在桌上。周晨看着这神奇的一幕，眼中爆发出极度贪婪和渴望的光芒，但随即又被更深的绝望淹没。东西就在眼前，他却永远得不到。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瘫软下去。我已经不想再听他哇哇乱叫，父亲派人把他拖出去，和早已经冻僵的周母和苏薇薇二人放在一起。空荡荡的山区里回荡着周晨撕心裂肺的哭喊，很快周晨也没了气息。大仇得报，心中那口积郁了2世的恶气终于缓缓吐出，没有想象中的狂喜，只有一种深沉的平静和释然。恶人终是恶果，天道轮回，报应不爽。我们一家3口站在基地温暖的瞭望台前，看着窗外依旧纷飞的大雪，沉默良久。母亲紧紧握着我的手，父亲将我们母女2人搂在怀中。结束了，都结束了。父亲沉声道：以后就我们一家人，好好活下去。我依偎在父母身边，感受着失而复得的亲情和温暖，轻轻抚摸着小腹。孩子，这一世妈妈终于保护了你，为我们所有人赢得了活下去的机会。未来的路或许依旧漫长且艰难，但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拥有充足的准备和彼此的支持，就有无限的希望。